你肯定听说过石女，可你听说过石男吗？石男者，静如阴缩，天生不举，不能行房事。我哥便是石男，命根子就像女人的下体那样缩在里面，别说生孩子了，就是趴在女人身上也不可能挨得着。可我娘偏偏最疼他，为了他，我娘花了家里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大半积蓄，把村里最苗条、最白嫩、最漂亮的女人苏倩许配给了他。可新婚之夜，我哥却让我代替他和新娘子入了洞房。当晚，他却穿着大红喜袍上吊死在院内的槐树下。我以为我哥这是受不了身为石男的屈辱而上吊自杀，可村里的陈瞎子却把我拉到一旁，悄悄对我说：“今夜小心，你哥上吊有鬼，我看是想夺舍你的身子。”新婚之夜，我哥穿着大红喜袍吊死在院里的槐树下。隔天早上，村里人听说后都跑来我家围观。我娘不仅没伤心，反而开心的像是生了孩子那样。她笑容灿烂地对村里人说：“俺儿是娶了媳妇才死的，她这也算没白活了。”我觉得很不对劲。我爹早逝，是我娘孤身一人拉扯我和我哥长大，只是她偏心，我打小就像受气包，动辄便被他俩打骂。另外，家里的杂活，我娘也都是让我一个人干。至于我哥，就像个皇帝，啥都不干，还吃穿都是最好。我娘不是最疼我哥吗？怎么我哥死她都不带伤心的呢？这时，村里的陈瞎子把我拉到一旁，悄悄地提醒我说：“今夜小心，你哥上吊有鬼，我看是想夺舍你的身子。”陈瞎子的话让我吃了一惊，我有些不敢相信地问他：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陈瞎子是在我小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跑来我们村住下的。他并不是真瞎子，而是只有一个只眼睛能看见的独眼龙。他身上常年脏兮兮的，看起来就像个要饭的乞丐那样。不过古怪的是，他却是能给村里人驱邪治病。谁家若是撞邪了，找他去看过后，保准会没事。只是他脾气古怪，又是外乡人，在村里很不受待见。听我发问，陈瞎子皱了下眉，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良言难劝，该死鬼！你要不信，那就当我没说。”我信，我急忙道：“刚才我就觉得我娘不对劲。”陈瞎子说的正好解了我的疑惑。况且我和他又没什么利害关系，他也没必要骗我。陈瞎子冷冰冰地说：“那好，一会你去找我，我教你怎么躲过此劫。”陈瞎子说罢，不等我回话，便转头离开了我家。我心想他可真古怪，不过还是打算等会抽时间去找他。而他走没多久，村里的李半仙却是又来到了我家院子。李半仙是我们村有名的风水先生，他德高望重，远近村民家里若要办红白喜事，一般都会请他办事。见他来，我娘忙迎了上去，问他：“我哥这是该怎么办？”不曾想，李半仙看到我哥的尸体，却是大惊失色的道：“大喜之日，这红袍吊死槐树下，你儿子这是想变成厉鬼索命啊！”话罢，村里人顿时一片哗然，我娘则是被吓了一大跳。我也吃了一惊，不过我对他这话的真假存疑。我哥又没仇人，他咋可能上吊是为了变成厉鬼索命呢？我正想间，我娘颇为惊慌地拉着李半仙的衣袖说：“那这该咋办啊？半仙，你一定要救救俺家元宝，元宝是我哥的名字。”我很不解，我哥不是死了吗？我娘为何说要救他呢？李半仙皱眉沉思了会儿，随后沉声对我娘说道：“无妨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我必保你家人无忧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猜李半仙可能是误以为我娘刚说的元宝是我了。我娘听罢，却是长松了一口气，然后颇为激动地对李半仙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肯定按你的说的做，你说该咋办我就咋办。”李半仙点头，顿了顿，然后颇为严肃地对我娘说：“吊死之人，怨气深，煞气足，必用红棺镇其凶。他吊死的麻绳，需用至阳之血浸之，于子时焚烧于棺前。另外，还需至亲之人为其守灵3天，方可抬棺下葬。要注意，守灵这3天，万不可让黑猫黑狗进灵堂惊扰亡灵。”李半仙说罢，又加重语气，更为严肃地对我娘说道：“要是没能办到，那你就等着他变成厉鬼来你家人索命吧。”村里人听完，不住地点头，似是对李半仙的法子很肯定。我娘听罢，很是激动，忙不迭地对李半仙感激道：“你放心，你刚才说的我肯定照办，绝对不含糊。”我听完，却觉得李半仙刚说的那话像是在忽悠人。厉鬼要真这么容易被解决，那他还能被叫做是厉鬼吗？只是看我娘和村里人都信了，我也不好多说些什么。这之后，不少村里人就顺势帮我娘筹备我哥的丧事。至于我，则被我娘吩咐去镇上给我哥买大红棺材。到了镇上的棺材铺，我给老板说我要买大红棺材。老板诧异地说：“这大红棺材是镇压厉鬼的，你买这棺材干啥？”我给他说了我哥吊死的事情后，他恍然大悟地说：“这样啊，那确实要用红棺镇煞，防其变成恶鬼。”听老板也这样说，我觉得我很可能是误会了李半仙，没有多说。买了棺材后，我便直接赶车回家。将近晌午的时候，我拉着棺材从镇上回到了家。这会儿村里人都走了，只剩我娘和嫂子苏倩在家。见我拉了棺材回来，我娘走出厨房，让我吃完饭再去请村里人把棺材抬进灵堂。饭桌上，苏倩神色憔悴，明显是被我哥这是打击不轻。不过她容貌好，这样看着也别有一番娇怜风味。我娘见她这个样子，笑呵呵地开口对她说道：“你别难过，元宝死了，俺家不是还有个元福吗？我看你俩很般配，
等丧事办完了，我就让你俩成婚。苏倩低头没说话，白皙的脸蛋却是霎时就红了。我对这提议很异动，心里面却觉得我娘非常不对劲。她之前明明最疼我哥，把我哥宠得在家里像个皇帝一样，怎么我哥刚死，她就乐呵呵地商量着要把苏倩许给我呢？这让我更加信了陈瞎子早上说的我哥想夺舍我身体的话。想着我娘这样说，或许有什么针对我的阴谋也未可知。我是想娶苏倩，但要先把这些谜团搞清楚再说。我便没说话，匆匆扒完了饭，就以喊人帮忙为由出去了。出门后，我径直向着村西头陈瞎子的住处走去。陈瞎子的住处是村西头2间不算宽敞的红砖瓦房。不知为何，看着他的房子，我有种阴森森的感觉。我去的时候，陈瞎子正在厨房生火烧锅做饭。早上你说的是啥意思啊？进屋后，我迫不及待地问道。他的厨房倒很正常，并没有给我那种阴森森的感觉。陈瞎子抬头瞄了我一眼，用颇为不耐烦的语气说：“还能有啥意思？”我背对的差点说不出话来，接着忍着尴尬说道：“我信你说的，就是想知道你从哪看出我哥要夺舍我的。”陈瞎子添了把柴，转头望着我，片刻后悠悠地说：“新婚夜，你哥着喜袍与子时上吊，这本是成厉鬼之法。”可他脸上却无丝毫怨气，明显不像是吊死之人，看起来反而像是魂魄离体后，身体自然丧失生机。而你印堂发黑，阳气不足，一副将被鬼魂夺舍之相。我想起之前曾听说过的石难换魂的恶毒法子，我看你哥吊死的情形和那换魂的法子几乎一样，依此我才推断出你哥上吊是想要夺舍你身子。这话让我信服，我哥上吊死的尸体表情确实很平和。我之前没多想，听陈瞎子这样说，我才反应过来为何如此。想着我的性命很可能不保，我不由得紧张地问：“那我该咋样躲过此劫啊？”陈瞎子却是古怪地问道：“你哥昨日可是让你替他入了洞房？”我不懂这和我问的有啥关系，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回答说是。那你有没有和那女人行房事？陈瞎子皱着眉又问。没，昨夜我哥逼着我替他入洞房，我不去他就要揍我，不得已我只能听他的，在他的屋里待了一夜。我虽喜欢苏倩，却也并不想做那有违人伦之事。和苏倩说明情况后，我就在屋里打地铺睡了一夜。陈瞎子眉头舒展开来，难得的笑着对我说道：“没就好，不然你这小子的命恐怕真的要不保。”啥意思？我有些不解地问。陈瞎子用颇为赞赏的眼光看着我，笑着解释说：“这世间万事有得必有失，石难换魂的写法也是如此。石难之所以换魂，为的是变成能行人事的正常人，可他最大的代价，却偏偏是男人最在意的新婚妻子的贞洁。你昨夜若行了房事，那这法子也就算是成了大半，就如同定了契约，你到时就算想反悔，恐怕也不成。”我听罢，不由得感叹惊险，庆幸自己昨夜忍住了心动。可这时，陈瞎子却突然又给我头上泼了盆冷水：“你也别高兴太早，破这石难换魂之法还显着呢啊！”我吓了一跳，不是说这法子没成吗？怎么破它还凶险万分呢？陈瞎子似是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，急忙解释道：“你没破它的贞洁，虽使这换魂写法无法圆满完成，可离了此，若是强行换魂，也并不是不能行，只不过是让换魂之人要付出的代价更大罢了。依我看，你哥并不会罢休，所以我才说破此法显着呢。那我该咋办啊？”我忙担忧地问。我还没成家呢，可不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去。陈瞎子添了把柴，那只独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我说：“石难换魂之法，最关键的一步是驱对换之人的魂魄。魂魄一驱，身躯无主，此法自然便水到渠成。你要渡此劫，最关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魂魄离体。那该咋样不让我的魂魄离体呢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陈瞎子起身掀开锅盖，用勺子搅了搅里面煮沸的粥，然后转身板着脸对我说：“人身上有3火，头顶双肩各一盏，3火不灭，鬼神难扰。你要做的便是好好护住这3火，让它7日不灭。等过了头七，换魂之法无用，你自然便可无忧。那又该咋样护3火呢？”我追问道。我心想这陈瞎子真会卖关子，一次说完不好吗？我要是知道咋样护3火，还会来问你咋办吗？这几夜若有人喊你，无论是谁，你都不能应，更不能回头。另外，我这有个玉镯，有安魂之效，可以保你一命。记住，心正则百鬼不侵，剩下的就看你的造化吧。陈瞎子说完，放下手中的勺子，从袖里掏出玉镯递给我。我接下后松了口气的同时，也很是感激陈瞎子。我心想他脾气虽说古怪，可这心地倒是善良，为救我，玉镯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他竟如此轻易的便给了我。虽说我心里对这事仍觉忐忑，不过我听完倒也没有再问陈瞎子。是啊，心正则百鬼不侵，剩下的也只能看我自己的造化了。说完感激的话，见他在盛饭，我正准备告辞离开呢，突然想起李半仙说的话，心感好奇，便问他这是咋回事。陈瞎子听完摇摇头说：“我说那石难换魂之法是谁教的呢？原来是这李半仙，你不必信，那是李半仙和你娘一块在骗村里人的话，为的无外乎是掩饰那石难换魂的恶毒之法，你不用在意。早上我也看了，你哥他是绝不会变成厉鬼的。”听罢，
我解了疑惑的同时，也安心许多。那厉鬼之说既是假的，那我只需安心应付换魂之事便好。又闲聊了几句，见陈瞎子打算吃饭，我便告辞离开了他家。离开后，我找村里人帮忙把我哥的棺材抬进了灵堂。下午，我按照我娘的吩咐去镇上买了些办丧事要用的东西。另外，我娘还让我夜里给我哥守灵，按凉半仙说的做。我本想拒绝，可家里就我一个男丁，也只能答应。吃晚饭时，我娘难得地端给我一碗汤，笑着说：“这是安神汤，你喝了今天夜里好好给你哥守灵。”我心感诧异，我娘何时变得竟如此关心我呢？之前家里做的饭菜，我哥挑剩下的我才能吃。我病了，也不见他嘘寒问暖，往往是自己挺过去的。怎么如今要守个灵，我娘竟然特意给我熬碗安神汤呢？想着我哥换魂之事，很大可能是他在背后安排的。我心里发寒，只觉我娘说的这安魂汤必有问题。我不敢喝，便趁着接过时，装失手将碗打翻在地。不曾想我娘竟怒骂道：“你这不孝子，老娘辛苦给你熬碗汤，你故意弄翻，你当汤里有毒啊！”我咋生了个这样的孬种，竟然怀疑他亲娘要给他下毒。我没想到我娘竟会发如此大脾气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不过心里却觉得我想的没错，那汤里必然有问题。我娘骂完，又从厨房端来一碗汤，气鼓鼓地说：“你今天必须把它给喝了，但凡敢撒一点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”我没想到我娘准备的竟然还有备用的汤。听她这样说，无奈我也只能喝下这碗明知可能有问题的汤。见我喝完，我娘点了点头，看起来心满意足的样子。我却觉得心底发寒，我娘竟真的如此偏心吗？为了我哥，让我悄无声息的死，她也在所不惜吗？我不能完全确定，可心里却觉得这是8、9不离10的事。于是我飞速扒完饭，以上厕所为由，连忙跑到院外墙角，然后用手捅喉咙，将刚才吃的喝的艰难地吐出了大半。弄完这些，我才觉得暂时安心许多。可想着夜里守灵的凶险，我心里又变得忐忑起来。回到院子里，我碰到正端着碗到厨房的苏倩，走过我身旁时，她忽地停下脚步，低声对我说：“今夜小心，谁的话都别信，也别信陈瞎子的话。”苏倩说完，不等我发问，她便匆匆走进厨房。她这话让我摸不着头脑，我不懂她为何让我小心陈瞎子呢？我想进去问她为啥这样说，可我娘一直在旁边，直到天黑透，我娘催我进灵堂守灵，我都没找到机会。无奈，我只能把苏倩这提醒的话暂时放在心底。不过目前我还是相信陈瞎子的，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害我。我认为可能是苏倩误会了，这才让我别信他的。今夜无月，外面漆黑一片，天气闷热，也无风。我待在灵堂内，看着大红棺材，只觉得心里瘆得慌。可没办法，我必须要在这灵堂内足足守一夜。我把陈瞎子给的玉镯捏在手里，这才心安许多。这之后，我就留意着有没有黑猫和黑狗闯进灵堂。所幸直到子时，灵堂内都没发生什么古怪的事情。我怕万一李半仙说的厉鬼之说是真的，我小命不保。于是我就按他说的，把我胳上吊的那根绳子滴了血，然后在子时前后将那麻绳放在棺材前给烧了。做完这些，我心里放松许多，正打算假寐休息会呢，却听见我嫂子苏倩在灵堂外喊我：“元福，快过来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咱俩的事。”我心下一喜，正准备转身，突然想起陈瞎子的话：“今夜无论是谁喊你，你都不能应，更不能回头。”我霎时反应过来，外面那人很可能就是变成鬼的我哥，不然这大半夜的苏倩咋可能会找我商量事情呢？我心里发怵，待在原地，不敢说话，也不敢回头。见我没反应，外面伪装成的苏倩的那鬼开口质问道：“快出来呀！我都是你的人了，你难道是想不负责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彻底确定了外面那人不是我嫂子苏倩。我昨夜根本没和苏倩发生关系，他又怎会说是我的人呢？我猜外面是我哥，他肯定以为昨夜我和苏倩睡觉了。我后背直冒冷汗，装作没听到，动也不敢动。外面那鬼又喊了几句，见我没动静，就不再出声。过了许久，听外面没了声音，我暂时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吹灭了灵堂内的油灯。灵堂内温度骤然间降了许多，霎时变得漆黑一片。我知道是我哥的鬼魂来了，吓得身子止不住的发抖。可我啥也看不见，也只能紧紧握着陈瞎子给的镯子求心安。过了片刻，我感觉我肩膀突然搭了一只冷冰冰的手，接着有人对着我的头轻轻地吹气，气势冷飕飕的。我心知这是鬼在我身后，吓得心脏跳的就像是快要蹦出来。我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待在原地连动也不敢动。那鬼也没其他动静，只是在我耳边呼呼地吹着冷气。吹了有一会儿，他突然停了，手也从我肩膀离开。不过背后的寒意提醒我，那鬼还站在我的后面。我双腿直打颤，但强忍着，不敢有丝毫的动静。这个时候，灵堂内的棺材处突然传来一阵猫的叫声。我睁眼去看，只见黑暗中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我看，不像是人眼，明显是刚才发出叫声的那只猫的眼。下一秒，那只黑猫不知为何突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紧接着那双眼便消失了，我身后的寒意也消退许多。我猜测，或许是那只鬼将在棺材上叫的猫给杀了。
见这鬼能杀猫，想着他必然也能杀我，我心里无比害怕，转身就往外面跑。可这碰巧正中了那鬼的下怀，下一秒他便猛地向着我扑来。我只觉一阵冷风袭来，心想着这下恐怕小命不保，完了。却突然听见一声惨叫，接着灵堂内的寒意便骤然消退。我不知怎么回事，正纳闷间，看见了手中的镯子发着光。我霎时明白，肯定是陈半仙给的玉镯子救了我一命。我猜测，此时温度既已恢复正常，那鬼肯定也是走了。于是我就壮着胆子去点燃了灵堂内的4盏油灯，借着灯光，我心翼翼地打量着灵堂内的东西。见灵堂内并没有鬼影，我顿时长松了一口气。只是棺材上黑猫的尸体却让我不由得有些发怵。那只黑猫内脏被掏得干干净净，它的血淌得到处都是，其中不少血明显顺着棺材缝流进了棺材里面。我想到李半仙说的不能让黑猫进灵堂惊扰亡魂的话，若他说的是真的话，恐怕我哥真的要变成厉鬼索命。不过我更信陈瞎子的话，觉得那厉鬼之更可能是假的，我便没再担心这厉鬼的事。怕我娘明日看到黑猫骂我，我到院里接了盆水，将棺材上的血迹给清理干净。这之后，我就强忍着困意，在灵堂内警惕地坐到天亮。或许是陈瞎子给的玉镯将之前那鬼给伤得不轻。这后半夜，灵堂内并未再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，我也算是安稳地度过了在灵堂内守灵的第一夜。一大早，我刚准备走出灵堂，回屋里补个觉，我娘急切地走来，担心地问我道：“元宝，你没啥事吧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刚想说我是元福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我娘估计是以为我哥换魂成功了，才这样叫的。我心彻底寒了，冷冷地说：“娘，你叫错名字了，我哥元宝死了，我是元福。”我娘听罢，眼神有些慌乱，她略带尴尬地说：“我叫习惯了，元福啊，你昨夜没遇到什么反常的事吧？”我娘说话时，我从她脸上看出了诧异以及担忧的神色。我估计她是诧异我咋还活着，担心她的元宝如今怎样。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呢，我没想到我娘会如此狠心对我。我心寒无比，不愿将实情告诉她，便冷声回道：“没遇到，我昨夜守了一夜，一点事也没发生。”说罢，我便直接扭头离开灵堂，回我屋里补觉去了。得知我娘想害我这件事，固然让我此时心寒无比，可原本我就有了心理准备，况且我娘之前也并不在意我，也因此这件事对我此刻的影响也并不算多大。我很瞌睡，顾不着想这事，回屋没多久便睡着了。这一觉，我直接睡到了晌午苏倩喊我吃饭时才醒。清醒后，我趁机就问她昨天晚上为什么说让我别信陈瞎子的话。苏倩柔声回我说：“我前些天看见你娘和陈瞎子在村口商量事情，隐约听到他们在说换魂什么的字眼，像是要对你不利。昨早上见陈瞎子找你说些什么，我怕你被他骗了才提醒的。”说完，她让我赶快去洗脸吃饭，就走出了我的屋子。受到苏倩关心，我心里暖暖的同时也更觉诧异。如果苏倩没骗我的话，那陈瞎子说的话还可信吗？既然他早就和我娘有勾结，那他岂不是在帮我哥换魂吗？可要是这样的话，他又何必给我玉佩保护我呢？我不觉得苏倩会骗我，只因我俩算是青梅竹马，从小我俩关系就好，我们还曾约定着长大要结为夫妻呢。我之前本想让我娘给我说媒，让我娶苏倩妻，可我娘偏心，花了大半积蓄，让媒人把苏倩许给了我哥。苏倩不会骗我，可陈瞎子骗我也说不过去呀。我细想了下，觉得苏倩看到的很可能是陈瞎子在劝我娘别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，不然他们怎么会在村口商量这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呢？不过我并不能确定，也只能告诫自己要警惕陈瞎子。吃饭的时候，村里的李半仙突然来到了我们家，我娘应上去，笑着问他这个时候来是有啥事吗？李半仙皱着眉说：“根生夜里死了，肚子都被掏空，我怀疑是你儿干的。根生是我娘的相好，自我爹死后，他们便搞在一起。我哥生前很是厌恶他，嫌他让自己在村里人面前丢人。我感到很诧异，莫非我哥真的变成厉鬼来索命了吗？”我娘变了脸色，表情先是惊恐，继而强装笑颜地说：“咋可能？你说的我都照做了，我儿好好的在棺材里呢。”李半仙摆摆手说：“不必多讲，我先看看再说。”说完，李半仙便快步向着我哥的灵堂走去。刚走进去，看了眼我哥的棺材，李半仙就变了脸色，他大惊失色地说：“不对劲，煞气怎会变得如此之重？”我娘吓了一跳，惊慌地说：“不会吧，都按你说的做了呀，我儿应该不会有事吧？”李半仙摇摇头说：“看来根生昨夜果真是被你儿变成的厉鬼所杀的。”我很吃惊，陈瞎子不是说李半仙说的是谎话吗？怎么如今根生又貌似被我哥变成的厉鬼给杀了呢？那我儿不会有事吧？我娘听完李半仙的话，焦急地追问道。李半仙皱眉道：“岂止是你儿，若不尽早处理，恐怕你全家都要丧命，那该咋办啊？”我娘惊慌地问。李半仙招手让我娘过来，附耳对他低声说了些话。我娘听完，不住点头，神色掩饰不住的欣喜。那好，你就按我说的做，保你和你家人无忧。说完，李半仙就背着手，颇为轻快地走出了我家。我很好奇他刚才附耳低声对我娘说了些什么话。
从他走之前的话里，我可以猜出他说的是处理我哥的法子。只是他为何要背着我说呢？莫非他的法子会伤害我？我想不明白，本想着去问陈瞎子我该怎么办呢，可又想到陈瞎子很可能也在骗我，要对我不利。毕竟他说我哥不会变成厉鬼，如今已经差不多证实是假话了。我内心惶恐不安，不知道该信谁，感觉所有人都想害我。无奈，我也只能告诫自己要小心，走一步看一步。陈半仙走后，我娘没说什么，只是面带笑意地打量了我一番。接着，她便走出灵堂，回厨房端碗继续吃饭了。我很好奇，就试探着问我娘梁半仙刚才说了啥法子。没想到我娘竟给我说，她没说啥，只是让咱按之前她说的那做就行，剩下的就不用管了。李半仙说他都会处理好的，这明显是在敷衍我，也从侧面证明我之前猜的没错。李半仙说的法子，很大可能就是以伤害我为代价的，不然李半仙和我娘他俩为何都不愿意向我说出实情呢？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，这让我感觉自己现在很危险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去找陈瞎子寻求帮助，毕竟他给的玉佩在昨晚上也算是救了我一命。无论如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目前也只能选择信他了。吃完饭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出门去陈瞎子住处找他。在村子里，我碰到了正往根生家走的李半仙，他喊住我，问我去干啥。我说找陈瞎子有事。他变了脸色，劝我说别信陈瞎子，那家伙修邪术，你哥的死就和他有关。我大吃一惊，陈瞎子说是他干的，他却说是陈瞎子干的呢。他们两个到底谁在说假话？或许是看出我的吃惊，李半仙随后向我解释说，你哥不是自杀，他是用了陈瞎子教的魂魄离体邪术，目的便是为了夺舍你那能行人士的健康身子。我听后只觉诧异，但并不相信李半仙说的这话。若真如他所说，那他之前说的厉鬼的话又是咋回事呢？李半仙倒没向我多解释，又给我说了句小心陈瞎子，就转身进了根生的家门。我也没有太在意，接着继续向陈瞎子的住处走去。目前为止，他俩的话我还是更相信陈瞎子多一些。我去的时候，陈瞎子正靠着墙晒太阳，见我来，他睁着那颗独眼问我昨夜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就把昨夜我在灵堂里遇见的事情给他讲了。他听罢摇摇头说，都跟你说了，心正则百邪不侵，你昨夜慌啥？我心想你说的怪轻松，那场面哪个正常人遇到会不慌？不过我嘴上却没说，而是转而问他跟生死的事情。我将李半仙说的根生是被我哥杀死的看法也给他说了。他听了，嘴角带着笑意地说，那根生本就该死，他被杀也不出我的意料之外。至于他为何会死，等这事情结束你就知道了，不是我哥杀的吗？我好奇地问。陈瞎子摇摇头，嘴角含笑地说，不是，另有其人。我很疑惑，不知陈瞎子为何对根生的死貌似很开心。我更想不明白，除了我哥，还有谁会杀根生呢？见陈瞎子没有讲的打算，我便转而向他说出了来意。我说我娘和李半仙可能商量着牺牲我来应对我哥的事，我怕自己扛不住他们的安排，所以想请他帮忙。陈瞎子听了，思索片刻，摆摆手说，不用怕，有那玉佩，关键时刻可以护你性命。我担忧地说，可万一他们用的法子特殊，你给我那玉佩没用呢？陈瞎子冷声道，无妨，你只要心存正念，那李半仙的邪法便伤不得你。可怎样心存正念呢？我不解地问。我并不信这心存正念有用，全当他是在安慰我了。之所以问，也只不过是抱着试一试万一有用的心态。陈瞎子冷冷地说，那就是你的事了，反正与我无关。说罢，他不耐烦地摆手撵我走，然后便闭着眼假寐起来。见状，我也只能心存忐忑地离开了陈瞎子的家。我刚到家，发现我娘和陈半仙正站在院里低声说些什么。见我回来，他俩忙停下话头，转头盯着我看。接着我娘冷着脸开口问我道，你刚才去哪了？李半仙知道我刚才去了呢，因此我没有说谎的必要。我实话实说道，去陈瞎子家了。我娘气急败坏地质问我说，你竟然找陈瞎子，他想害咱全家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心想你才想害我呢，不过却低着头没有出声。这时李半仙突然开口问我，你手上的玉镯是从哪里弄的？捡的。我冷冷地说。李半仙表情急切地说，赶快扔掉，那是引魂镯，戴了会招鬼怪附身，肯定是陈瞎子想害你，你带着他绝对活不过今晚。我才不信这话，要我看他是怕我有这玉镯护身才这样说的。于是我冷冷地回道，这玉镯是干啥的我一清二楚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李半仙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无奈地对着我娘说道，哎，这小子咋这么犟呢？都快被别人害了还不听劝。我娘听罢，气冲冲地对我说，快把那玉镯给摔了，这玉镯可以护我，若是摔了，我必然会被我哥换魂成功。我才不会听他的摔掉，就扭头装作没听到他的话。可我娘却是突然冲过来，要从我手中把那玉镯抢走。心急之下，我猛地把我娘甩倒在地。我娘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便坐地上哭诉着我的不孝。我并不敢愧疚，毕竟他是想让我哥夺舍我的身体。梁半仙见状，叹了口气，皱着眉对我娘说道，
罢了，他带就让他带吧，反正那玉镯也成不了气候。我娘听到这话，立马变了脸，像没事人一样站起来，接着冷声对我说：“你这不孝子，想找死就死吧，老娘不管你了。”听完，我想问他，从小到大，你又何时真正管过我呢？从小，我无论吃的还是穿的，都是讲我哥生下的。生病了你也不关心，都靠着我自己的身子熬过去的。而如今这假关心，也不过是为了让我哥换魂成功罢了。我心寒无比，只当从今以后我再没有他这个娘。这之后，李瞎子低声和他说了几句，便离开了我家。他则冷哼了声，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就转身进了屋。他们走后，此时此刻我心里却不由得有些忐忑。照李半仙说的，我的这玉镯子成不了什么气候，那岂不是意味着今夜这个玉镯子也护不了我？我心里忐忑无比，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躲过今夜的劫难。可没办法，我也只能期盼着陈瞎子说的心存正念有用了。这之后，我就进屋躺床上休息，为夜里守灵养精蓄锐。一直到我吃完晚饭去守灵，都再没发生什么事。这夜无月也无风，外面黑黢黢的，很闷热。入夜后，我坐在灵堂的棺材旁，心里忐忑不安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今夜我恐怕会凶多吉少，可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忐忑地等待着未知的危险降临。没过多久，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微弱的脚步声。我正要转头看是谁，只觉头被什么东西重重夯了一下，接着头上剧痛袭来，我霎时便疼得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缓缓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灵堂的地上。我想动，却发觉自己的手脚都被麻绳捆得死死的。我挣扎间，只听陈半仙在我身后说：“别动了，好好配合你哥换魂，一会可少受点痛苦。”我扭头去看，我娘和李半仙正坐在我身后不远处，他俩挨得很近，看样子是有着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。我瞬间便明白，我被绑肯定是他俩干的好事。反应过来后，为了活命，我哭着质问我娘道：“娘，你这么狠心对我，难道我就不是你儿子吗？”没想到我娘竟然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说的没错，你确实不是我儿子，你娘早就死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自己竟真不是他亲生儿子。不过我总算是明白了他从小到大对我如此狠心的原因。这下子没法打感情牌，我觉得我恐怕真的要凶多吉少了。这让我心如死灰的同时，也不由得好奇他为何会收养我，便问：“既然我不是你亲生儿子，那你当初为何要养我？”我娘冷笑着说：“自然是为了给我儿子换魂，不然你以为我养你干啥？”我心如刀割，没想到自己被他像狗一样养大，竟是为此。原本我对他还心存感激的，现在则彻底没有了丝毫情分。我痛恨他，恨不得把他这个恶毒的女人给撕碎。可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也只能祈求着有奇迹发生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知道我的身世，就忍着心痛问他道：“那我亲生爹娘呢？他们现在在哪？”我娘笑着说：“他们啊，早就为了保护你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等你死了，说不定就能碰到，到时你们一家也就可以团聚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如刀绞，恨不得变成厉鬼把他给吞吃掉。这个时候，梁半仙突然开口对他道：“好了，别多说了，给元宝换魂吧，以免再出波折。”我娘点头，端了一碗汤，就掰着我的嘴强行给灌了进去。喝完后，没一会，我只觉晕沉沉的，仿佛魂魄要出窍一样。我咬舌尖，疼痛之下才稍微感觉清醒了些。这时，我看见李半仙在我哥的棺材前做着古怪的仪式，他花里胡哨地舞动着，嘴里念叨着我听不懂的古怪咒语。我娘则站在一旁看着棺材，眼神里充满着期待。我知道这李半仙必然是在引我哥的魂出来。此刻我明白陈瞎子没有骗我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当然他给我说的心正则百邪不侵那句话除外，可我也没办法，只能躺在地上无可奈何地等死。过了好一会，李半仙才彻底结束那古怪的仪式。紧接着只听嘎吱一声，棺材盖被从里面推开一截，而后从缝隙里冒出一团黑烟，凝结成了我哥的样子。他双眼赤红，脸色乌青，牙齿尖利，看起来很瘆人。我娘见了他，激动地说：“快去吧，得了他的身子，今后你就可以当正常人了。”李半仙则是笑眯眯地对他点头，目光中充满期待。我哥打量了一下我们三人，最后将目光定格在我身上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吓得心砰砰直跳，仿佛下一秒就会蹦出来。我娘催促着说：“快去啊，别犹豫了，换了你就成正常人了。”我心知自己难逃被杀，心里害怕的不由得闭上眼睛。可谁知下一秒，我却听见了我娘的凄厉惨叫声。我睁开眼，只见我哥正在大口撕咬我娘的脸。刹那间，我娘的脸就被咬得血肉淋漓，不成人样。我很是不解，这是咋回事？我哥为啥会咬帮他的我娘呢？李半仙催动符纸，想要把撕咬我娘的我哥给撵走，可那符纸根本不管用，没一会我娘的头就被啃没了。接着，我哥就猛地扑向陈半仙，想要去撕咬他。陈半仙掏出不少符纸，但古怪的是，那些符纸都像是失效了一样。他喃喃道：“谁动了我的符纸？这到底是咋回事？”可没人回答他。下一秒，他就被我哥咬到脖子，鲜血从颈部喷溅，没一会，他就被咬得彻底没了动静。我看着，虽然觉得自己恐怕也难逃他俩这种结局，
可心里还是感觉很畅快，毕竟这也算是报了仇，就算是死，除了没能娶苏倩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却突然听到从外面传来了脚步声。我扭头去看，发现是苏倩领着陈瞎子来到了灵堂。我很惊讶，我没想到陈瞎子这个时候会过来，想着他本事高超，必然能救我，这让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苏倩看见我，担忧的急忙上前解我身上的绳子，这让我心里暖暖的，像吃了蜜一般甜滋滋的。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咋来了，却见陈瞎子3、2下便将我哥收进了一把黑伞里面，而我哥貌似很配合，没有反抗就进了那黑伞里面。我很诧异，不知道这是咋回事，心想不由得想着，莫非这陈瞎子是这事的罪魁祸首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如今岂不是还没脱离危险？或许是察觉了我的担忧，陈瞎子向我说明了事情原委。原来昨夜那黑猫是陈瞎子让他变成鬼的妻子弄的，为的便是让我哥变成厉鬼，好找我娘他们报仇。而陈瞎子和我娘之间的仇，也正是和我有关。我正诧异间，陈瞎子给我说出了一个令我震惊的事实。他说我是他亲儿子，这话如晴天霹雳，惊得我合不拢嘴。我本不肯信的，可他给我讲了这些年发生的事情，我听了也不得不相信他是我爹。他说16年前他和我娘以及我去镇上赶集，碰到了人贩子，把我掳走，将我娘和他给推下了悬崖。我娘摔死了，他侥幸没死，挂在了树杈之间，只是瞎了一只眼睛。他本是阴阳先生，懂点术法，便把我娘的鬼魂收拢在身边。这之后他四处寻我，终于在我们村找到了我。他发现当初那伙人贩子正是我的养父和养母，为了报仇，他伪装成邋遢的汉子，在我们村住了下来。他当时本想着立马就除掉他们，带我回家的，只是村里有李半仙，他实力不济，没能得逞，只能偷偷的找机会。这一等便是过了10多年。这期间，他悄悄的找机会让我娘的鬼魂杀了我的养父，而这次李半仙弄的换魂之术，才又让他找到机会动手脚，使得我哥变成厉鬼，替他杀了我娘和李半仙。之所以杀李半仙，是因那换魂邪术正是他教的。我养父养母当初也正是为此才将我给抢回家的，只是当时我们年幼，没能成功，他们才等到我们成年再试。当然，能杀死李半仙，也靠苏倩对李半仙的符纸动了手脚。他发觉我养母要对我不利，就找我爹陈瞎子悄悄问了法子，是以我爹这次才能轻而易举的就报了当年的仇，不然以陈半仙的实力，那厉鬼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听完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怨恨和心疼等情绪在心里交替。我既怨恨我爹把我放在杀母仇人家里，让我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又心疼这些年为了给我娘报仇，他受了也不知多少苦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对着陈瞎子喊出了那声久违的爹。听我喊他爹，陈瞎子激动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流了出来。我很感动，就上前紧紧的和他相拥在了一起。这一抱，我心底的怨气烟消云散，只剩了温暖。这些年，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亲情的这种温暖。次日，将我哥李半仙养母的尸体潦草埋了后，我就带着苏倩跟着我爹一块离开了我们村。至于他们的死因，我们给村里人的说法是被我哥杀的。这点之前李半仙也在我家院里说过我哥会变成厉鬼的话，因此村里人倒也没把他们的死因归结在我爹头上。听说是我爹将那厉鬼灭了，他们个个反而都很感激我爹。我爹走时，他们竟破天荒的想挽留我爹这个本不受待见之人。只是我爹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毫不犹豫的便拒绝了。离开后，我们回到了我原本的村子，和我爹重新盖了房子。房子盖好没多久，我就在我爹和我娘的见证下娶了苏倩。隔年，苏倩给我生了1男1女2个可爱的宝贝。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，此后别提有多幸福了。